7月7日是小暑，时节将入盛夏，谨祝各位流汗流得开心。此时对着麦克风说话的我，正处在没有冷气、没有风扇、门窗紧闭的30度高温密室中。最近囧星人厄运不断，喉咙受伤，摔车手残，耳机又坏了。可喜的是，居然收到一封外国人的信，说要送免费耳机给我。既然受人恩惠，就帮人家个忙。以下无耻的插一段工商时间，他们要寄给我的耳机叫 One Deco， 品牌是来自英国的 Messi， 外形如你所见，高端大气上档次，非常漂亮。基本上买了只想炫耀给人看，都舍不得塞进耳洞里。这个品牌的耳机主打全部使用高级黑檀木设计，独具匠心，解体之后惊艳不减，当之无愧，从外美到内。至于木头耳机的最大特色，大家都知道，就是会长白蚁，不对，就是音质柔软，设计感崇尚自然。你可以在 Messi 的官网上查到他们的所有产品，国内也有代理 ，PC Home 已经可以买得到了。Messi 目前是耳罩式的款型比较多，不过一样也有耳道式的款型。就算你头长成这个样子，同样也可以享受 Messi， 享受音乐。那么直接入正题吧。今天我们要点评的是黑魔女沉睡魔咒。But if I know you, I know what you'll do. You'll love me at once, the way you did once upon a dream. 黑魔女沉睡魔咒是在2014年5月上映，由迪士尼发行的真人电影，其剧本改编自格林童话脍炙人口的故事《睡美人》。既然原著是这么有名的童话故事，我想也不用多费唇舌介绍。简单来说，睡美人的故事就是在说一个发神经的女人，因为被排挤超不爽、超愤怒，结果她很天才的对一个无辜小婴儿释放了一个16年后才生效的晕眩。这么雷的技能，如果我是她队友，都想怒而检举了。仔细审视童话，本来就会发现她吐槽点多的跟什么一样，各种天马行空不合逻辑，这也是童话之所以为童话。但由于它流传甚广、意义深刻，一直都不乏有跨媒体的改编作品。比如早在1959年，迪士尼就做过一部《睡美人》的2D 作品，这部人物设定忠实反映50年代流行风潮的经典卡通。现在看来，也许剧情和音乐都无太大惊喜，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只剩下那个造型奇特的魔女。转眼 N 年过去了，迪士尼大概从那颗酷似菱角的头上寻找到了什么灵感，决定制作一部从邪恶女巫视角展开的睡美人故事，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魔女。电影上映之前，由于迪士尼 Frozen 大成功的先例，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看这部再次由童话改编的电影。但我找了国外的几篇影评来看，发现评价并不是很好，不由得担心起来。所以我抱着一个相对低的期望进了电影院。看完之后，我的感想相当微妙。不可否认，黑魔女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方面，比如安吉丽娜·裘丽散发的个人魅力、美轮美奂的 CG 动画等等。故事视点从公主换到魔女身上，而且是迪士尼做的，用膝盖想也知道势必要讲述一个坏蛋怎么从好变坏又从良的故事。一方面，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立意很好，演员魅力逼人，剧本也不错；另一方面，导演似乎没有把这个故事发挥到最好，拍出来的结果显然有很大改进空间。我们就先别急着说好话了，依我之见，黑魔女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如下：第一，旁白超详细。旁白是一种很偷懒的技巧，可以帮助观众快速了解剧情。懒得演、想省钱或赶时间时，用3、2句旁白交代即可偷过掉。在一些被腰斩的漫画最终话，最常看到这招了，作者们屡试不爽。另外，旁白也可以完成一些时间跨度大的状况说明，比如多少年后小公主长大了，变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短短一句话包含的资讯量可相当大，省得雇佣一票跑龙套的来证明她到底多人见人爱。这就是旁白好用的地方。与此同时，它也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容易把观众一脚踢出戏外。因为当你听到一个不属于这个时空的声音用追忆的语调做叙述时，你其实很难把自己融入当下的情境中。黑魔女的问题就在于旁白有点太多了，使得整部戏像是配文字的图画书而非电影。编剧似乎把观众当成智障，戏演一演，怕你理解不了，还得加一句说明，比如他们成了朋友，有一天友情升华成了不一样的东西。人类的王国越来越强大，他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谈了好多这些年的往事，然后他原谅了他。国王下令把所有的纺车都烧毁，断开魂戒，断开锁链。奥罗拉长得越来越漂亮和优雅，这不他妈都废话吗？我眼睛没瞎，你解说的这么仔细，是怕我误解了什么吗？每次旁白一切入，我就有种这故事演了半天才刚拉开帷幕的错觉，演到快1个小时了，他还在那时不时出来晃一下，听得我恨不得掐住旁白脖子叫他闭嘴。你他妈是不会用演的吗？第二，剧情流畅度欠佳。这部电影的剧情密度非常高，因为他从黑魔女的少女时代，也就是魔法少女时代开始演到她长成了魔法阿嬷，不是魔法女青年，接着又要演小公主16岁之前的成长过程。他们只有90分钟呈现2代人的故事，整个节奏就是比赶火车还赶。仅用我刚才所说的旁白手法加快进度，无可避免的表现得有些粗糙。制作方为了增添一点细腻度，并为结尾酝酿情绪，加入不少温馨感人小片段。总的来说，就是让黑魔女光天化日、堂而皇之的卖萌。就算不用事先看过 Frozen， 我闭着眼睛都知道结局会怎么反传统了。从头到尾，我的内心反反复复就是这么一阵咆哮。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有一天，
他会头顶着菱角来迎娶我。我猜中了前头，却猜不着这结局。才怪！回顾起来，我甚至分不清这电影的转折在哪，高潮在哪。他塞了708落的片段进去，片段之间却缺乏自然的衔接。这剧情丢出来的节奏，活像是在勾选一份 checklist。黑魔女的往事 check， 黑魔女的诅咒 check， 黑魔女养小孩 check， 黑魔女良心发现 check， 黑魔女拯救公主 check， 还有什么我们没有演到啊？对了，黑魔女拖拉 check， 然后全部连在一起就好啦。有谁转不过来，就有旁白大脚一开，踹人出戏。过度是什么东西能吃吗？反正我们有球力就赞赞。第三个，我觉得不吐槽不行的是那些诡异的配角们。我说过这片里独挑大梁的球力确实表现不错，但另外存在一些定位诡异的配角，会不禁令你怀疑剧组的人到底是谁看谁不顺眼了。比如这3个智商奇葩的奶妈仙子，明明在球力面前毕恭毕敬的，却又跑去参加国王的宴会，给予他女儿祝福，没点育儿技能还硬要把小朋友带回家养，你们到底是帮谁啊？简直莫名其妙！而且这整个王国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保姆，非要让这种喂小孩吃生萝卜的智障仙子保护公主。我看国王智商也令人捉急。小公主在森林里3个傻瓜的抚养下能长得如此丰腴美丽，合理推测应该是吃欧罗菲长大的。虽然不免担心是否有其父必有其女，幸好她行为倒是不至于特别脱序。除了旁白在强调她人见人爱时，我感觉她笑得有点喜憨儿的气质，也许是因为16岁还没到就一天到晚被教母释放晕眩的关系，晕的都有点影响大脑正常发育了，疑似出现阿兹海默早期症状。前1分钟刚说要和教母天长地久互相守护，后1分钟马上对来问路的野小子猛抛媚眼，再后1分钟就悲愤交加，飞奔出门策马千里寻父，然后句句脑冲不意外。于是轮到这全国麋鹿冠军的王子再次登场，人家早就回城堡无聊到开始抠手指了，你怎么还在森林里啊？接下来故事细节我就不提了，原来王子的主要功用就是被当成气球牵着走，好吃好看又好玩。退场之前他说了句至理名言，我觉得迪士尼应该把这句话用金框裱起来世代传送，那句话就是我跟他才见过1次面啊。在这片里角色智商还算能排在前列的乌鸦君，贤惠持家深情款款，看到一半我一度以为这应该是个乌鸦君才是真爱的节奏，真是太可惜了。好了，听我泡了这么多，既然你们能看到这点评，说明我还是喜欢他的。就算他拍成这个样子，我一点也不意外他能在票房大获成功。第一，他是安吉丽娜·裘丽的电影，围观大明星不需要理由。第二，他怎么说也是个经典重制。虽然我个人对1959年的卡通版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根据一些欧美影迷的感想，重制版以现代 CG 技术重现了当年的经典场景，年纪比较大的观众无不看得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不过我认为黑魔女最大优点在于她有着能够触及人心的灵魂，她不是什么爽片，也没有洒狗血的浪漫，随便个10岁小孩都能给你揪出一打逻辑上的漏洞来，但在许多幕你无法不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真挚情感，时而单纯可爱，时而纠结残酷。即使不惜太多言语，你也能确实感受到画面里空气的温度。某些电影有华丽的声光，有紧凑刺激的剧情，有赏心悦目的名车美女，但看完后你还是不知道她在讲什么。黑魔女是与此相反的存在，她的缺点虽多却不致命，丰满的角色和良善的利益构成其美丽的灵魂。这部电影的表层修饰固然不完美，也许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必看的大片，但它有其特别和难能可贵之处，无论好的或坏的方面都将令你回味无穷。只要你不介意主要角色除了裘丽和乌鸦以外的智商都是普通人的开根号，少数几人甚至呈现负值的状态，这片还是不错的，因为爱可以拯救一切。以上纯属囧星人个人意见，谢谢收看。